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扭转乾坤，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。阅股无数，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，就从这里开始。上次影片，小朋友我为大家分享了手套股 Supermax 最新季度的业绩，并简单估计了如今 PE 2倍，他们的股价是否有被低估，以及投资者们需要注意的事项。那么今天，小朋友我将会为大家分享一家业绩悄悄复苏，而且有可能被市场忽略的科技公司。那开始前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、点赞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。而且，如今小编偶尔也将在我们扭转乾坤的面子书开直播，与大家分享股市里的一些公司哦。所以还没点赞和 follow 我们面子书的朋友们，记得马上去点赞。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科技公司是一家属于比较冷门的科技公司，主要的业务是从事 LED 和半导体的自动化测试设备业务和软件开发。那让小编眼前一亮的是，如今他们从去年疫情的打击后复苏的脚步，因为他们最近的4个季度表现都不断的在增长，而且他们的 end customer 也就是最终客户，竟然是与一家非常出名的电子产品公司有关。那今天要说的这一家公司就是 MMSV， 是不是与其他的科技公司相比，大家会比较少认识这一家公司呢？那么今天小编我就先来简单的介绍这一家 MMSV， 他们其实是一家控股公司，旗下主要有2家全资子公司，也就是 Evolusis Technologies Malaysia Sdn Bhd 和 Micro Modular System Sdn Bhd。那么 Evolusis Technologies 主要的业务就是从事 LED 和 Optical 的测试软件与硬件，而另外一家公司 Micro Modular System Sdn Bhd 则是参与 LED 和半导体的工业自动化系统与机械的设计和制造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生产和售卖电子产品的测试设备，就像马来西亚众多的 ATE 公司一样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收入来源都是由哪一些业务所贡献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截至去年2020年，他们全部的收入基本上都是来自 LED 和半导体工业、自动化系统与机械的设计和制造，而测试软件的业务基本上只是一个辅助。那么之后我们来看他们的客户都来自哪一些国家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最主要的客户是来自本土大马，一共占了他们2020年总收入的 65.6%， 而其次就有来自美洲的 13.7%、欧洲的 10.8%、亚洲区的 9% 和澳洲的 0.9%。 所以主要的市场还是在本土马来西亚，或者说是外国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分行，因为他们最主要的3大客户就是 LED 的3大巨头 Philips、General Electric 和 Osram， 而 Osram 与 Philips 都是 Apple 的主要电子零件供应商，这也就让 Apple 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终端客户。所以要知道他们的收入和盈利会不会上涨，我们就要来看苹果产品的销量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苹果在2020年的第4个季度是成为了智能手机的销量冠军，一共占据市场销售量的 28%， 胜过了三星。而在2020年的总销售额也排名第2，比起2019年有了不错的增长。此外，也从疫情中有了很好的复苏。那很多人就会问了， MMSV 是不是就和 Inari 一样呢？这里我们就要来和大家解释他们的不同之处。虽然说他们2家的最终客户都是苹果，但是如果说业务的话，可能 Inari 还是会略胜一筹，因为 Inari 主要做 OSAT， 也就是封装与测试，而 MMSV 主要是生产与销售测试机器给苹果零件的生产商，而且他们所做的产品也有差异。Inari 主要是做 Radio Frequency， 也就是乘着 5G 的趋势，而 MMSV 则是主要做 LED 的测试设备。所以虽然都是同样的终端客户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确实有着天壤之别，所以投资者不要搞混淆哦。那之后说到电子产品，我们就来看看 MMSV 最主要的客户都来自哪一些领域。从他们2020年的季报中，我们看到他们主要的客户领域其实都来自智能产品，就像之前所说的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等等，而智能产品也占据了他们总收入的 62%， 而其次就有 OEM 和 OBM 的产品占了 19%。 然后比较亮眼的就是他们也有来自汽车领域的客户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未来汽车领域将使用更多的 LED， 但是汽车领域也只贡献了他们2020年总收入的 6%， 所以目前还需要观察他们汽车领域的客户会否在未来有增长。因为以目前的形势来看，他们主要的2大客户就占据了他们2020年的总收入的 63%， 而这也与他们智能产品领域的 62% 匹配，所以目前
还是需要关注在他们智能产品的客户上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我们也来看看他们在最新季度获得了怎么样的成绩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季度的收入比起上个季度是下跌了 0.1 个 million， 从 8.7 个 million 下滑到了 8.6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下跌了 1.1%。而盈利方面则是从 1.4 个 million 上涨到了 2.5 个 million， 足足增长了 1.1 个 million。 至于盈利率方面则是从 15.6% 上涨到了 29.5%。 那很多人就会好奇了，为什么这一家公司的收入下降，但是盈利却上涨了 78.5% 呢？到底有什么蹊跷？那这里小编就来为大家解答。原因就在他们的 Other Operating Income， 这一个季度一共是收获了 1.45 个 million， 而这一些收入主要都来自他们所投资的国内外 Unit Trust 和 Bond， 也就是债券所得到的 Capital Gain， 所以这也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项。因为固然这将会提高他们的收入，但是同样这也将会有自身的风险存在。在这一个季度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又在用9个 million 做出了投资。那如果不看公司投资的话，他们主要的业务到底还有没有在赚钱呢？那这一方面投资者大可放心。其实回顾最新的3个季度，公司的 Gross Profit 都有在增长，从2020年的 Q4 0.863 个 million 增长到了2021年 Q1 的 2.1 个 million， 然后再到这一个季度的 2.4 个 million， 所以他们的业务盈利增长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而且在这一个季度中 MMSV 也花费了13.845令吉来做扩张。此外他们也表示，由于全球对半导体的需求量大增，他们非常乐观地看待他们未来的订单，有望在今年获得双倍的订单量。不仅如此， MMSV 如今也是一家没有银行贷款的公司，而且手握 3.6 个 million 的现金，这也让他们有着蛮稳定的现金储备。那么在进入他们的估值之前，在这里小编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，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，并享有 0.05% 最低水钱和良好的服务的话，可以在这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向小编了解更多哦，并且声明小编的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，少走冤枉路，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。回到正题，我们就来算一算他们的估值。很多人应该就会觉得，如今他们的 PE 已经达到了38倍，都已经那么高了。但是与其他科技公司不同的是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收入与盈利其实复苏的稍微来得慢一些，所以有可能如今的 PE 还没有真正的被调整。那这里小编也简单的保守估算他们的未来 PE。那么首先有2个因素要介入，那就是接下来的季度可能 Other Income 并不会像这一个季度那么高，和未来他们的订单量将会增加1倍。所以小编这里就保守假设，如果未来他们的盈利都能保持在 1.8 个 million 左右，那么他们的全年盈利就将达到 7.2 个 million， 而 7.2 个 million 除以他们如今 205.5 个 million 的股票数量， EPS 每股盈利将会是 3.5 cent， 再用如今91 cent 的股价除以 3.5 cent 的 earning per share 每股盈利，我们将会得到未来预估的26倍 PE， 这与其他同行相比会稍微来得低。但是小编这里也要声明，这也只是假设和小编的预见，因为他们也必须在未来的几个季度交出他们的成绩单，不然这一些计算方式也将会沦为废纸。而且疫情前他们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的漂亮，只是这几个季度有了明显的复苏，所以这也考验 MMSV 未来业绩的重要性。那荧幕前的你们觉得如今 MMSV 的股价是否有被低估还是忽略呢？如果觉得如今股价被低估的，请在留言区打上1；如果觉得他们是被其他科技公司抢去光芒而被忽略的，打上2；那如果觉得他们如今业绩还是不稳定，需要观望的，请打上3，并分享您的高见哦。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，有些故事用于赞颂，有些用于警戒，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，请大家三思而后行。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，下期更精彩，请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